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周三，也就是2月4日進行了視頻通話。普京稱讚莫斯科與北京的經濟、政治和安全關係是全球動盪時期的一個穩定因素。昨天稍後，習近平又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通了電話，也提到了台灣問題。現在我們來看看德國《世界報》的報道。國家元首聲明，與特朗普通話後，中國國家主席發出警告。中美兩國領導人進行了電話通話，特朗普隨後強調了他與習近平的良好關係，習近平則呼籲相互尊重，並在台灣問題上向特朗普發出警告。周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電話通話中呼籲相互尊重，以加強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關係。據中國中央電視台報道，習近平表示，通過逐一解決問題，並不斷建立相互信任，我們可以探索一條正確的道路，使兩國能夠和睦相處。他補充說，讓我們把2026年變成中美兩大國朝着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方向前進了一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理社交上將這次通話稱為極好，並表示兩國關係非常好。他寫道，我與中國的關係以及我與習近平主席的個人關係都非常棒，我們都知道保持這種關係的重要性。特朗普表示，他與習近平討論了貿易、台灣、俄羅斯對烏克蘭戰爭以及伊朗問題。此外，還談到了他即將進行的中國之行，他對此非常期待。在台灣問題上，習近平告誡美國總統要保持謹慎。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的最重要的問題。據央視報道，習近平警告說，美國在武器銷售問題上必須謹慎行事。中國將民主且實行自治的台灣島視為一個分離省份，必要時將訴諸軍事手段實現與大陸的統一。儘管華盛頓並未正式承認台灣，但美國是該島最重要的軍事支持者。去年12月，美國宣布與台灣達成一項價值110億美元，約合93.3億歐元的軍售合同。不久之後，中國軍隊在台灣周邊舉行了演習，出動了數十架戰鬥機和軍艦，模擬封鎖台灣重要港口。好的，各位，我們看評論。第一條評論：唐納德叔叔這次又寫了些什麼？其實，中美兩國關係絕對糟糕透頂。如果他們真是那麼棒的家伙，那他為什麼不情願讓中國擁有台灣，卻對格陵蘭如此擔驚受怕，甚至對盟友加拿大也發出嚴重威脅？倘若他們與中國走得太近，等等等等，真是一派胡言。繼續往下，習近平需要台灣議題，因為中國國內的經濟狀況，比如青年失業相當糟糕，民族主義在中國人中非常有市場。不應當讓步，台灣並不是中國，而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民主國家。中國對台灣並不存在法律上的主權主張，但在法律上，台灣對中國是有主權主張的。咱們看跟帖，存在一個一國兩制的協議，習近平已經在香港把它撕毀了，但在台灣問題上，他做不到這一點，因為他需要我們來購買他的垃圾產品。如果不是我們，還有誰會買？非洲嗎？再往下，對話表明，對中國而言，最重要的問題是歐洲。如果中國主導歐洲，台灣將自動陷落，美國隨後將被孤立，並在台灣之後陷落。下一則，報道中說，以便兩國能夠和睦相處，習近平說道。於是這位網友說，當然，這應該是目標。法西斯主義當然可以與國際法和人權，也就是西方共存，為什麼不呢？一個自視為世界中心的極權勢力，宣稱自己的目標僅僅是共存，這當然也很可信。我們只想和平共處而已，人能有多愚蠢？繼續往下，美國不應干涉中國內政，台灣當局應向北京提出良好提議，以免阻礙統一進程。看跟帖。事實上，既不存在道德權威，也不存在其他任何權威。
台灣政府是由那些多數不願接受共產黨統治的人選舉產生的，應當迅速落實最近與美國達成的武器交易，同時提升自己的生產能力。再往下，美國應當向台灣做出一種間接但事實上有效的安全保障承諾。美國與台灣同在，台灣是一個民主的、獨立運作的親西方的國家，而這樣的國家在當今世界已經不多了。此外，2400萬台灣人有權自行決定是生活在共產主義體制下，還是生活在自由之中。如果美國以間接方式向中國明確表示，一旦出事就會介入，中國將不會冒險升級局勢。看跟帖，這純屬多餘，中國根本無法這樣做，它絕不能放棄與西方，特別是歐盟的貿易往來，尤其是出口方面，而一旦放棄，中國的貿易將會停滯。我們繼續看跟帖，我們也離不開與中國的貿易。咱們再看跟帖，如果您還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美國根本就不在乎台灣或者說那裡的人，美國只想維持以及建立一個制衡中國的力量。如果發生軍事行動，美國會大量提供武器，但絕不會派遣本國人員及武器直接干預，無論總統是誰。等等，有一點例外，如果預測到中國大陸將收復該島，他們會轟炸芯片製造設備，美國政府對此有明確聲明。下一則，但願特朗普別出爾反爾，從已經敲定的對台軍售協議上退縮。可惜他很可能做出這種事，反正他也拿不到諾貝爾和平獎了，不如乾脆好好經營軍火商這份前途。繼續往下，台灣最終將成為中國大陸的一部分，這與美國由誰擔任總統完全無關，這也是絕大多數中國大陸民眾所希望的結果。無論是烏克蘭問題還是台灣問題，儘管人們會為台灣人感到惋惜，但都不值得為此冒着爆發世界大戰的風險。美國顯然無意這樣做。如果歐盟的歐洲人持不同看法，那他們大可以自己去那裡自殺。再往下，特朗普與任何人進行的每一次談話，據特朗普自己說，都進行了異常成功，尤其是在什麼成果都沒有的時候。和維特科夫也一樣，每次在台灣之後，所有問題還是和之前一樣毫無進展。但不管怎樣，一切總是非常棒，取得了難以置信的進展，而且離某個更大、更突破性的成功已經近在咫尺了。至於什麼是成功，隨便吧。為什麼呢？總會有某些 MAGA 支持者相信這一套，對他們來說，外交政策顯然也無所謂。那至少談話過程很棒，太好了，特朗普就是厲害，夠了，內容不重要，反正談得很棒，還能要求什麼呢？這可以叫做撒謊，或者只是極端的過度樂觀。看看 MAGA 們什麼時候才能明白這一點吧。繼續往下，中國憑借其技術與俄羅斯憑借其資源形成的組合，是美國必須應對的現實。我們正邁向一個多極世界，美國的霸權正走向終結。再往下，台灣人到時候會大開眼界，看看一旦歸屬中國，日子會過得多精彩。他們會一下子穿越到2050年。那些現在高喊人權的人，倒是可以先看看朱利安·阿桑奇現在怎麼樣了，還有那些道貌岸然說教式的人權精英呢？看跟帖。你上次去台灣和中國是什麼時候？我去年春天去過。然後上面那位樓主補充說，我最近一次是在2025年和家人在重慶和成都待了半年。除此之外，我每年也都会去那邊1到2個月。這位網友同意樓主的觀點，他說，你說的太對了，以前大陸人訪問台灣時總會睜大眼睛很驚嘆，他們大陸人當時被視為窮親戚，如今情況已經完全反轉，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已超越台灣。我們的一個兒子與一位上海姑娘結婚，他是在家鄉巴福州的大學認識她的，
他們目前居住在新加坡。下一則，如果格陵蘭屬於美國，那麼台灣就屬於中國。我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這種小事打個電話就夠了。繼續往下。台灣早就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了，就像幾十年後的西伯利亞一樣。但撇開經濟戰不談，中美之間永遠不會爆發戰爭。過去250年裡，中國打過多少場戰爭？美國又打過多少場？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中國人主要關注的是歐洲，歐洲是中國迫切需要的進一步增長的關鍵。看跟帖。當然，台灣在語言和文化上都屬於中國，然而它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而且這種情況短期內不太可能改變。再往下，特朗普是否完全理解了習近平的話？對此我表示懷疑。下一則，台灣有充分理由給特朗普、萬斯和米勒準備一間老火花電影刑房。這些狗娘養的用他們的格陵蘭鬧劇給習近平的北京歌劇《石島歸宗》提供了完美劇本。再往下，嘿，各位，別再抱怨台灣了。你們查過哪些國家承認台灣為獨立國家嗎？沒有一個北約國家或西方國家承認台灣。我們的抱怨簡直是虛偽。如果西方世界真的重視台灣，那麼這些國家就應該承認它。只有這樣，我們才有資格抱怨中國。現在我們應該抱怨的是我們的政府，他因為台灣而裝出一副強硬姿態，卻連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都不承認。看跟帖，承認台灣毫無價值，它不過是一張紙。烏克蘭以前甚至得到過俄羅斯的承認，但我們都明白，這又有什麼意義？充足的武器和訓練有素的軍隊遠比承認重要得多。考慮到美國不承認台灣，他們卻向台灣出售了大量武器，這完全合情合理。一個中國政策不過是尼克松時代的遺物。當時他與基辛格聯手，企圖孤立越南，離間中國和蘇聯。再往下，習近平會直接送特朗普一架飛機，承諾給他買200輛福特皮卡，然後讓特朗普在北京建一座摩天大樓。等到習近平征服台灣之後，特朗普就能輕鬆獲得中國和平獎，結束他的第9場戰爭。屆時，特朗普就可以宣稱，中國和平獎比所有其他獎項加起來都更有意義。下一則，世界上每一個民主國家都應最終全面承認台灣。我們所有人都親眼目睹，並至今清楚，這些獨裁者一旦將其他國家視為自己的領土，會做出何等行徑。台灣是科技、經濟與民主的燈塔。下一則，特朗普是否獲得了習近平對伊朗政權更迭的默許？作為回報，特朗普是否會在台灣問題上保持沉默？交易達成？看跟帖。美國不會在伊朗促成政權更迭，抗議已經平息，各方又將就核設施展開談判。特朗普得到了一點甜頭，可以在國內當作協議來宣傳，以便雙方都能從緊張階段中不失面子的脫身。在伊朗開戰與委內瑞拉的情況完全是兩碼事。再往下，歸根結底，習近平何時收回台灣只是時間問題，而不是會不會收回的問題。在中國看來，台灣數千年來一直屬於中國，所謂的80年獨立不過是彈指一揮間。中國已經獲得了強制執行這一決定的能力，正如特朗普將勢力範圍擴展到南美洲一樣，習近平也在亞洲做着同樣的事情。我們不得不接受這一切，因為我們已經很依賴中國。下一則，考慮到中國人口定時炸彈，現在不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時間窗口。繼續跟貼。由於獨生子女政策，中國正走向人口崩潰，因此習近平對台灣施加如此大的壓力，是因為他知道採取行動的時機窗口正在關閉。然而，
兩棲入侵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中國在這方面以及戰爭經驗都非常有限。中國是一個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並存的國家，就像越南和德國曾經是這樣的，也像現在的朝鮮一樣。繼續往下，無論中國人和美國人如何按照他們的意願與想象來瓜分這個世界，在這一切之上，始終懸着氣候變化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我們只有一個藍色星球，倘若氣候變化以指數級速度持續發展下去，那麼對地球的動物植物而言，我們的星球將變得如同火星一般。再往下，特朗普正在使世界和解，並讓他的國家變得偉大而強大。對這些偉大國家的人民和全世界而言，這是一場美妙的發展；而對於意識形態化運作的歐洲來說，前景自然黯淡。這個大陸將在經濟和社會上走下坡路，並將在本世紀出現穆斯林佔多數的局面。下一則，我感到奇怪，台灣人至今還沒有大規模移民，並把他們傑出的企業一併帶走。這種情況顯然撐不了太久了。在美國中西部，肯定還有他們的立足之地。下一則，台灣對中國不構成任何威脅。如果中國不盡快停止對台灣的威脅，西方就應該停止進一步依賴中國。在某些情況下，斷絕關係或許是更好的選擇。繼續往下，中國只會尊重西方的經濟、軍事和地緣政治實力，就像我們過去15年一直在削弱自身一樣，這些國家只會嘲笑我們。看跟帖。但我們是世界第3強國，除了美國和中國，還有哪個國家比德國更強大？哪個國家在嘲笑我們？請回答我的2個問題。朋友們，我實在忍不住笑。很多德國人高估了自己國家的實力。德國是一個美國準殖民地，竟然有那麼多德國人認為德國是第3大強國，笑死人。他們認為德國比其他3個5常國家都強大嗎？哈哈，而且上面評論區歪樓了，變成了台灣問題的口水戰。好的，朋友們，你們怎麼看呢？